你们有没有吃过黑糖真奶雪糕？这个不仅在华人地区非常的流行，也在海外很红。我无意间在英国的有一间非常小的亚洲超市里面看到它，那时候看到它就意为惊人，因为同样也是从台湾来的。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讲说，这个他们卖的非常好，时常卖的缺货。我就很好奇，所以买回来吃吃看。一个包装里面有4只，合台币差不多300块钱。我就想说，也许我可以在家里做做看。如果你也有兴趣，就继续把影片看下去吧。首先，我们要来制作波霸珍珠。食材需要有糯米粉，还有红糖或者是黑糖，还有一些热开水。搅拌均匀，直到所有的食材都混合在一起，没有颗粒。这时的面团粘性会很强，这是正常的。在工作台上撒些糯米粉，或将和好的面团稍微整形，这时的面团非常具有弹性。找一个容器，里面也是放一些糯米粉，把面团呢稍微的擀平，成为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。你可以直接从面团当中拿取少许的分量，把它搓成球形，或者像我这样将面团切成一个个小块，再搓成圆形。每一颗波霸不要做得太大。稍微的翻动这个容器，让每个波霸呢都裹上糯米粉，这样子才不会粘连在一起。这时我们要准备一个大锅，锅子要宽，水要够深。等水煮滚之后，将搓好的波霸直接放进去，波霸丢进去之后立刻搅拌，这样子才不会粘锅。不到几分钟，这些波霸就会浮上来，再煮个2分钟也就差不多了。做4只雪糕，我使用差不多1/3的分量，将其他的放入一个保鲜袋，可以冷藏2个月。把煮好的波霸珍珠取出待凉。接下来在一个锅子里面放入半杯红糖或者是黑糖，将煮好的波霸放进去，搅拌均匀，让它们都裹上融化的糖。把煮好的波霸捞起来，放在碗里待凉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糖浆。将玉米淀粉和水混合在一起，我们等一下要勾芡用。然后我们回到之前用的锅子，不用洗。我们来制作糖浆，放入半杯的红糖或黑糖，加上水，快煮滚之前呢，我们加上这勾芡的水，再搅拌均匀。这时你会闻到糖浆的香味，但是小心不要烧焦了。将煮好的糖浆放入一个小碗里面待凉，小心这时候的糖浆非常的烫。接下来我们要制作雪糕的部分。倒入2杯鲜奶油，打发成中干性。加入炼奶，搅拌均匀。这时拿出制作雪糕的模具，将一半的糖浆涂抹在准备好的雪糕模型上，用刷子刷开，制造大理石般的花纹。
装入打发后的鲜奶油，模型里1/3即可。放入已经冷却的波霸珍珠，这时候应该将雪糕的木条放好，再加上最后的鲜奶油料，装至9分满。最后将先前保留的另一半糖浆淋在最上一层。冷却后的糖浆有些凝固，没有关系。用像这样雪糕模型，放些烘焙纸盖在最上方，以减少冰晶。准备工作就大功告成了。放置冰箱冷藏至少4个小时。我让我的雪糕呢饱饱睡了一夜，现在要来揭晓成果如何。制作好时，将烘焙纸掀开，把雪糕从模型中拿出来。些许的冰晶不会妨碍口感或风味，看起来还不错。成品完成了。跟包装的是不是还有点像呢？这是我第2次试做黑糖珍珠雪糕。第一次呢，我是用树薯粉。那其实如果你只是要单纯煮珍珠奶茶的话，用树薯粉是正确的，因为它蛮有嚼劲。但是问题是，冷冻后用树薯粉做的珍珠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硬，几乎是咬不动。所以我这一次用糯米粉，不是再来米粉哦。实验结果呢，经过冷藏之后，就像你从外面买来的雪糕一样，里面的珍珠也是偏硬，但最起码你还可以享受它的风味。炎炎夏日，不妨在家里自制黑糖珍奶雪糕。请在留言区分享成果，或告诉我你最爱的冰淇淋或雪糕。喜欢这支影片，请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我是 Joyce，我们下次见。